窦文涛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话，他说有的人官威重到只要一走进来，哪怕他知道自己和他没有关系，但是他内心沉睡了几千年的奴性就会觉醒，恨不得马上站起来，毕恭毕敬地准备接受指示。虽然这是调侃，但是如果我们只把重点放到奴性上，认为这是某种民族劣根性、文化缺陷或者个人性格这样笼统的原因，那么关键的问题就被轻轻带过了。真正该问的其实是为什么在某些场合下，人会自动进入下位者的姿态，并准备服从命令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那是因为对方有权利。那权力到底是什么？是政治地位、巨额财富，还是武装暴力？但这些并不能保证服从，而真正稳定的权力并不依赖持续的施压，而是依赖一种内在的理性判断，服从是应该的。马克思韦伯把这种能够制造稳定服从的结构称之为支配，而今天我想要分析的就是在这种结构里的权力。在这种支配过程中，被支配者不会觉得被权力强迫，也不会觉得被权力控制，他甚至会觉得自己的服从是理所当然的，就好像每天需要呼吸空气一样，不需要被质疑。因此，支配的关键并不是强制力，而是一种近似于自然规律的正当性。当权力依附在拥有这种正当性的对象身上时，那么服从就不再是被迫的结果，而是被视为一种合理的结果。比如在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结构中，农奴效忠的不是国家，不是法律，不是抽象的制度，而是某位具体的领主。领主向上效忠国王，这种关系是层层人格关系的叠加，每一层服从都是对某一个人的效忠。如果领主更换，效忠关系就需要重新确认。这里的权力正当性来源于血统、誓约、神圣的加冕仪式、个人的威望。被支配者服从的对象不是规则，不是身份，而是人格本身。换句话说，支配者的权利就依附在他自己身上，他自己就是正当性来源。他发出的命令不需要解释原因，不需要依附规则，这种命令只要是他自己发出的，那么就是正当的，服从就是理所当然的。接着我们再看传统的印度种姓体系，一个刹帝利或婆罗门拥有支配权，并不是因为他个人能力突出，而是因为他属于那个种姓等级。哪怕换一个人，只要他处在这个等级位置上，命令依然成立。因为一个低种姓者服从的不是这个人，而是这个等级秩序，它本身就提供正当性。这种秩序是从出生后就被告知的一整套宗教叙事、轮回观念、业报思想，他们共同提供了一套解释系统。它告诉被支配者，你的服从不是临时决定的，而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。所以命令不需要每次发生时都要被重新判断是否合理，而是默认身份差异本身就能够产生理所当然的服从。所以哪怕换一个人坐在那个高种姓的位置上，服从依然成立，因为个人可以流动，但秩序本身几乎不可撼动。而到了近代欧洲，比如18、19世纪的普鲁士国家，税务官、法官、军官的权利则并不来源于个人血统，也不来源于世袭的贵族身份。一个普通公民面对税务官，他的服从并不因为对方血统高贵或者个人威望令人敬畏，而是因为法律是这么规定的。这里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，被支配者服从的原因从他是谁转变为规则是什么。命令之所以被接受，并不是因为发出命令的人具有某种神圣性，而是因为程序已经被制度化承认。在这种支配结构里，正当性被提前嵌入法律文本和行政程序之中，即便换一个人进入这个职位，权力依然有效，因为被支配者服从的对象不是人格，也不是身份，而是规则。以上这3个例子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当权力通过依附不同正当性对象制造服从时，被支配者服从的对象也会完全不同。在封建结构中，农奴服从的是具体的人；在种姓体系里，低种姓服从的是等级秩序；而在普鲁士官僚国家中，普通公民服从的是规则和程序。服从的形式看起来相同，但支配结构的核心却截然不同，这就形成了3种典型的支配结构：人格依附、身份依附和规则依附。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头看窦文涛的那段话，他虽然理性上知道他和官员之间没有隶属关系，这就是规则逻辑，但情绪上却自动进入下位者的姿态，这是人格与身份依附的逻辑的启动。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，当一个社会在形式上使用规则语言，但正当性的重心仍然在关键节点回到人和位置，
那么被支配者对人等级秩序的自动服从就不会消失。这不是奴性，而是人格身份依附型权利在现代制度外壳中继续发挥着支配作用。相反的，在一个权力真正高度依附规则的环境里，官威这个词本身就会失去意义，因为权威只来自于职权范围、规则和制度，而不是等级气场。识别权力依附对象的意义就在这里，只有看清权力真正附着的正当性来源，你才不会被制度话语误导，也不会在规则和关系之间反复摇摆。所以当我们剖析一个社会中的权力时，真正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谁掌握资源，也不是权力强度的大小，而是这个社会的权力究竟依附在什么之上。由于现代社会结构复杂，几乎不再存在单一依附模式，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，一个社会中最高层级的正当性重心在哪里？如果最高权力必须通过制度程序运作，个人意志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，正当性来自于文本与程序，那么权力主要依附于规则。而如果规则可以被反复解释甚至肆意修改，职权范围可以被弹性处理，正当性最终回到位置和人，那么权力则主要依附于身份和人格。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，行政技术高度官僚化，形式上使用规则语言，但正当性的最高来源并没有完全抽象为规则。换句话说，权力在形式上嵌入制度，但仍然在关键节点上需要人格和身份进行确认。因此，被支配者的心理矛盾并非性格缺陷，更不是所谓的奴性，而是混合依附结构的必然结果。